哎，大家伙儿早喽！11月7号，星期二。看，我的右手是新宅桥这儿的大碗百货，这个树已经亮上灯了，不知道在为什么节准备。要是为了圣诞节，可能稍微早了一点，我感觉。而且大碗百货门口还有这个叫趴路口，这俩商场是连着的。门前这块路已经基本修好了，我才2-3天没来，正好今天这个相机固件我给更新了，这儿得给 Insta360提个建议，像我是不用手机去连接这个相机去做后期处理的，我都是连电脑，它就没有推送自动更新。我看都是好几个月前了，好像是9月底的时候，我就一直不知道固件更新了。这次更新对我来说啊，有2个点，一个好像是面部光源有优化，还有一个就是晚上。你们看前面这种灯，我随着跑，手上下是震动的，好像说这种灯的这种光源震动会模糊会少一些，但是带来的牺牲是就没有抗闪烁了。但是抗闪烁这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太靠谱，因为像日本就特别奇怪，日本关东跟关西2个电力是不一样的赫兹数，就交流电，一个是50，一个是60，这特别有意思。但是大部分电器都是兼容的，你要赶上不兼容的，从大阪搬到东京就可能不能用了。今天聊聊什么呢？今天聊聊第7场大满贯，第7颗星。等一会儿天亮一点，加油干，加油干！我其实是个对拍摄画质有特别高要求的人，但是我们早晨的视频受限于目前的设备，其实真的没办法了。我知道用那种运动相机，像 GoPro 或者 Insta360的 One 系列会比这个好，但是太沉了，不好携带。如果那个放在帽子上跑步，稳定性也不太行。回头还得再想想办法，可能用那种帽檐硬一些、厚一些的会好。关于第7颗星那天直播我说来着，目前的情况是3个城市在竞争，有南非的开普敦，有澳大利亚的悉尼，还有中国的成都。其实大满贯这个赛事，雅培的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这一系列，它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现在有第7个，将来就会有第8个。以前是5颗星，东京成为第6颗没有多久。但是东京那时候刚开办几年，好像是10年还是几年，我记不清啊，肯定会错，大家抱歉，就成为了第6颗星。但是大家一直看咱们频道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我觉得东京作为第6颗星，还是比不上另外那5颗，还需要积累和沉淀。但是雅培它是个商业组织，对吧？肯定是要考虑商业因素，所以呢，他当时在东亚需要有这么1颗星。我怎么看这事儿呢？目前的情况是这3个城市应该会在明年决出胜负。当然，这都是小道消息啊。这样的话呢，后年应该是第1场可以现场拿星的比赛，也就是说2025年，假设成都成了第7颗星，您在2025年成都完赛，如果您之前已经是6颗星了，那现场就能拿到第7颗星，并且现场就能拿到
新设计的7星的奖牌，就是这样。也有小道消息说，2024年的就算数，就是2024年如果这3个地方您跑了，2025年不管谁成为了第7颗星，你也就顺利的拿到了第7颗，就是明年的算第7颗。但是奖牌可能就得通过邮寄的方式了，这也是我犹豫的原因。那天真的悉尼的支付按钮就差最后一步了，我没点，因为我还是比较期待现场拿星的那种感觉，而且也说不准是悉尼。就商业价值来说，其实咱们客观的说，可能悉尼的商业价值会更高一些，因为他还是希望，为什么他是世界大满贯呢？他就是希望其他国家的人能来参赛，对吧？在这一点上，其实东京是差点意思的，因为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你们看现在跑马拉松的还是西方国家的人居多，毕竟早发达起来那么多年嘛。他们来一次东京真的是挺麻烦的，第一，文化冲击巨大。这2年好多了，2015年我们第一次来大阪、东京旅游，英文根本就搞不定，文化冲击巨大，习惯差异巨大，然后特远。今天有点风，抱歉。要从美国去东京得13、14个小时，得看美国哪儿。然后时差是12、3个小时，来跑马拉松压力挺大的，对吧？所以好多老外的最后一场第6星都是东京。今年的东京我参加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好多的旅游团就组团来的西方面孔来拿第6颗星。那这其实也是商业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其实从时差和地理位置来说，可能南非更合适比赛，又没赶上红绿灯。但是另外一点，大家还是要考虑，我还是觉得可能啊，悉尼的可能性更大。成都今年已经进步了很多，据说是比赛完了就公布了第2年的比赛时间，并且说提前半年报名。但是悉尼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都开始报名好久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关于旅行的这个方便程度，毕竟英文国家现在还是相对的对大多数来跑马拉松的人更友好一些，更适合一些。这咱们实话实说，没有哪儿好哪儿不好的原因。另外就是发展程度，这发展程度不光是建设，更主要有一点就是好多国家的人去悉尼是免签的，去澳大利亚。这一点反正我觉得也挺重要，但是我还是挺希望成都成为第7大的。这样的话，后年就把目标赛事锁定在成都，在自己的祖国拿到1颗星，还是不一样的体验，对吧？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因为现在的6场，美国有3场，德国有1场，英国有1场，日本有1场，就没有了。所以其实我跑波士顿发现，在波士顿拿最后1颗星的人挺少的。因为其实对当地人来说，去跑波士顿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门槛也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如果您现在想开始拿星拿大满贯，要怎么办呢？我觉得啊，如果您现在才开始，从0开始拿这个6星的奖牌，可能性不大了，真的不大了，不会拖太久的。
因为第7颗星的消息去年就有了。您现在可能只能将来拿7颗星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波士顿放在最后一场，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内生活的小伙伴或者东方人，可能那种体验更不一样。咱们应该比较简单的是从东京开始，无论您是抽签还是做慈善名额，东京主要是近便宜，几乎没有时差，先体验一下。而且其实文化冲击对咱们来说没有那么大。之后就可以考虑先跑欧洲的比赛，先跑柏林。柏林也是，如果您不抽签就买名额的话，柏林是应该是最便宜的，就官方的慈善就行。直通的话，柏林也是最容易的。柏林和波士顿应该是唯二的2个，就是我们能够直通的比赛，就是生活在其他国家或者生活在中国。柏林是2小时45，男子，我这个年龄组直通，不管你是哪儿人。波士顿说了很多次就不说了，而其他的比赛好多都是限制当地居民，就是您光有成绩没有用，除非您是国际健将。柏林跑完呢，可以考虑花点钱买一个伦敦的名额。伦敦您是抽不中签的，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只有理论的可能性。您就什么都别想，花点钱找一个官方合作的旅行社或者慈善组织。我估计啊，现在可能人民币得2万以上一个名额。伦敦应该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简单就是你花钱肯定可以，难就是太贵了。之后美国的3场可以这样，就是如果您时间自由，经济上还行，芝加哥和纽约可以就去一趟。什么意思呢？这2个比赛就差1个月。芝加哥基本上是11假期的时候，纽约就是上周末。您在美国待1个月，因为美国基本上10年签这种单次入境都会给你半年的。然后他也不像日本说也不好没法租房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在那儿基本上您只要花钱都可以。你租像那种月租玩1个月，或者您自驾在东海岸登陆，先跑芝加哥，跑完以后就一路向西玩一遍，然后飞回东海岸跑纽约，跑完回来。但是这一趟花不少钱，但是因为太远了，就跟这次东京马拉松好多老外来这儿就跟这儿玩2礼拜3个礼拜。一是他们觉得便宜，因为跟现在世界的通胀来看，日本还是很便宜的。第二就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太远了。然后波士顿呢就放在最后一场，因为它是4月份，3、4月份的样子吧，4月份就朝圣一下。波士顿就放在最后一场去感受就行了。然后刚才说的第7颗星呢，只要不是南非，其实都挺简单，对咱们来说。成都当然更简单，完全没问题，能搞定。悉尼的话也行啊，至少虽然南北半球冬夏相反，但是时差短呀，航班也多，当地呢文化冲击小，因为华人多。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出去上大学或者出去读研，澳大利亚基本上是最多的，好多同学都留在了那儿。唯一的就可能是天气会比较热，那时候他们说。如果是南非，那就祝咱们好运吧，我也有点慌。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所以明年您要是真想跑一场，就找一场赌一下，可以同时跑成都和悉尼。悉尼是不用抽签的，现在报名是210澳元，就是1000多一点。这2场您要都跑了，有一场拿到了1颗星，下一年的话，那您就自然而然就有1颗。还有就是，如果想跑大满贯的小伙伴，先去雅培大满贯那个网站自己注册一个账号，把信息填对。他获取你那个成绩，其实就是靠你的名字和生日，这俩能对上，就认为是你的。完全重的，或者你有一场比赛填错了，也可以自己去申请。先注册也没坏处，台上有好多线上跑的活动，而且过了40岁，它算是世界大满贯锦标赛的年龄组，还有额外的名额机会。还有就是，像现在拿到6颗星的小伙伴，如果第7颗一出来，第7颗也会有一个抽签，就像我今年拿到波士顿名额那种一样。所以祝大家都摘星顺利，咱们训练后见。今天风有点大，昨天下了一下午一晚上的雨。11月7号星期二清晨7点25训练结束，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47，平均配速5分05，最快也就跑到4分38。今天基本就是匀速，平均心率137，功率201。步频197，步幅1米整。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几颗星，再次还是祝大家如果有冲星的目标的小伙伴一路顺利。冲星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其实能打怪升级或者打卡集印章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有成就感的事儿，对吧？但是确实是不容易，因为世界真的太大了，这么多个地方。像我在北京其实还好，因为那时候在北京，不管是办签证还是航线都比较方便。办签证直接就是各国的使馆或者是代办机构，航线呢，基本北京大多数这些地儿都是直飞，除非有更合适的航班价格什么的。像现在在大阪都不如那时候在北京觉得那么方便。这边去好多地方都得去东京转机，就已经不习惯了。像好多小伙伴，在国内的小伙伴，可能办签证都要离开自己的生活的地方，对吧？都要去最近的领区的领馆或者使馆，航班就更是了。所以冲星这件事儿呢，真的是不容易。现在全世界也没有多少6星的人，还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开销，对吧？这些都是阻碍我们的一个事儿。昨天看那个我不是装备党发了一个特逗的一个短片，大家可以去看看，就特别逗。我跟他还合过一次影，去年的北马终点。行吧，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一起加油干，努力冬训，加油干，明儿见。